因此公司 Silver 推出的智能玩具 Dominator 是我非常喜欢的玩具。之前的视频里也预告过他家和 GSC 合作推出的1:1阐释者枪剑神域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包装很大，盒子上有2个厂商的标志，印着剑的样子和玩具名称。佩剑阐释者有50层的 BOSS 掉落，是同人专属技能2刀流的2把配件之一。这把1:1阐释者是我在 GSC 官网预定的，本来预计是去年4月出货，几番延期，快年底了才真的出货。日本邮政收紧一直寄不出来，感谢 GSC 后来升级了快递，前不久终于收到了。剑的长度超过了1米，重量超过了1000克，气势还是有的。配件除了刚才看到的特制箱子，还有 USB 线、电池、箱子的钥匙。Dominator 只有1份日语和英语的说明书，阐释者有2本，一本日语和英语，一本是简体和繁体中文。从外观来看，剑的结构挺简单的，在剑柄的末端，也就是剑首处，有电源开关、充电口、指示灯。剑格的侧面有功能按钮，按钮上方就是麦克风。总的来说，外观不如 Dominator 精致和复杂，不过它们的原型本来也如此，倒也不是做工偷懒的问题。和 Dominator 类似，分了普通版和特别版，外观上有少许不同。我这把是特别版，普通版的剑是一把完完全全的塑料剑，特别版呢是一把有一丢丢金属和真皮的塑料剑。确切的说，剑柄由真皮包裹，两端使用了少量的金属。开箱时候展示的盒子也是特别版才有的，而 Dominator 呢，盒子和支架都是另售的。装上电池开启后，蓝光从剑柄流向剑尖，放置水平，过一段时间后蓝光消失，就是校准好了。剑柄处有触摸感应，手持剑柄响起声音就表示设置完成。剑内置了6轴陀螺仪感应器，可以感应出加速度和角速度，识别多种剑技，都有声效。还能感应出一强一弱2种撞击。不过我实际体验撞击的识别不是很灵敏，也可能是因为我力度不对，单手持剑还是有点吃力的。另外，用日语或英语喊出同人2刀流的 EX 技能是6连击的星爆气流斩，就可以触发动画配乐和特殊声效。Starburst Stream Starburst Stream。如果觉得太中二了喊不出口，你可以长按功能按钮触发。都买这个了，尺度不是问题吧？两者都有相应的 App。阐释者不光外观简单 ，App 的界面也比较简略。Dominator 可以通过 App 变换模式，阐释者也可以哦。然而相比之下，阐释者的模式就显得平平无奇了。它的3个模式分别是玩耍模式、展示模式1、展示模式2。玩耍模式就是玩家可以自己挥剑玩，施展剑技。开启展示模式1，剑身会发出动态光效。开启展示模式2，剑身就会一直发蓝光。App 除了可以变换模式，还可以做设置，包括调整光的颜色、剑柄敏感度和出声设备。其中比较好玩的，也就是改变颜色的 RGB 调色盘吧。阐释者有700多处 LED， 光效是它的一大亮点。语言支持日语和英语，还可以听各种声效。
或许是等了太久，也或许是 Dominator 太帅了，主意在前。总的来说蛮失望的。剑的塑料感比较重，玩法也有限。动画里感觉挺轻薄的，玩具却比较厚重，可能是因为陀螺仪感应器和 LED 灯的原因吧。说明书里还有各种注意事项，不能太快，不能太大力，要注意角度，持剑还得小心翼翼。加上本身也不轻，实际玩的并不能很尽兴。剑剑的可玩性一般，就剩另外2个卖点了，光效和声效。所以与其说是剑，不如说更像个带声音的灯管。整个开箱过程中最让我惊艳的居然是箱子，感觉比 Dominator 的手提箱更精致。从价格来说， Dominator 原价10万多日元，阐释者15万日元，而且阐释者更大更重，另外要加的运费也更贵，就感觉不是很值。放眼我的1:1兵器收藏，性价比也算是低的，建议想入手的慎重考虑啊。不在意性价比的话，这一枪一剑的收藏还是很帅的，谁没个中2的时候嘛。我是喜欢玩具的月生，关注我看更多收藏。